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现代人大家都喝挺多咖啡的，我也不例外。应该说我喝的有点太多了。有一阵子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麦当劳买一杯大杯的冰咖啡，因为它的 App 在美国每天会给一个优惠，就是任何大小的冰咖啡只需要$1。星巴克的咖啡相对之下太贵了，但是麦当劳的咖啡味道其实很不稳定，而且它使用的是糖精和奶精，很不健康，所以我一直在尝试把它戒掉。但是不喝咖啡我就开始犯困，然后只要工作一忙就很容易头痛。我也曾经尝试使用速溶咖啡替代，但是效果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老婆就建议我自己买咖啡机，这样就可以自己加鲜奶和糖，就可以少摄取奶精和糖精。我们今天将会介绍4款咖啡机，每款价钱上相差不少，功能和方便性也有差。我们来看一看差别。一样再次声明，本频道内容皆为产品使用心得，并没有任何广告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从便宜的开始介绍，这款是 Crisena Brew Central 14 Cup Programmable Coffee Maker。这款是我贪便宜买的，大概$70左右，原价也大概就是$80。现在这款外形大概改了一点，不过应该差不多。这款跟之后贵的不一样，因为你必须要买咖啡粉。我说的不是速溶咖啡，而是咖啡豆磨成的粉。如果你决定要用豆子，这款就可以直接淘汰了。这上面有过滤水的过滤器。这个容器盖子可以打开，我们用容器装水，然后从上面右侧的孔加入水，然后用旁边的刻度来看水量，注意不要加超过 max 刻度。然后我们将容器放回槽里，然后我们设定完之后，这些咖啡机基本上第一次使用都建议用清水过一次，我们之后就不重复说这项。我们在上面套上过滤网，加入咖啡粉，这过滤网也需要另外买，不然比较细的咖啡渣会进去。还有这滤网的话，下面的金属滤网会比较好清洗。这台功能基本上只有调 bold 或者是没有 bold。然后我们按下 brew， 它煮得很慢，所以它是这样，从盖子流入这容器里。这盖子是塑胶的，被这么烫的水流过，感觉也不是很好。煮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黑咖啡，没有打奶泡的功能，所以只能直接加奶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老实说不太浓，加奶之后可以感觉到像是水太多的颜色。你调成 bold 的话，也只会让咖啡变得更焦，并不会让味道更浓。清洁的话，这滤网可以把咖啡渣拿走，之后这上面的圆锥直接冲洗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到，我对这款还挺不满意的，但是我老婆就警告过我，说这款可能达不到我的要求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它煮得这么慢，而且味道也不太行，所以我就买了第2款。这款是 Philips 的3200 Series， 相比前一款，这款体积大很多，也很重，价钱则是直接跳到快10倍。将近$700，这款可以直接打奶泡加进去。还有另一个版本打奶泡是分开的，不过也就少了$100。这款水箱在右边可以抽出来，里面有个水的过滤器，泡一下水之后，一样先过一次水再使用。这上面可以放咖啡豆，小孔可以放咖啡粉。这台机器每次开机之后，它会自动喷一些水，给喷头做清理。要注意，如果使用咖啡粉的话，开机之前粉不要加进去，不然它清理的时候就会直接把它倒掉。没有水的话，它会有警告。这喷头也可以调高度，所以可以放进挺大的杯子。我们咖啡粉可以从这里加进去。左边这容器可以装奶，然后可以选择做哪一种咖啡。Espresso, Coffee, Ice Coffee, Cappuccino, Latte， 还有一个只是热水。Coffee 和 Ice Coffee 就是普通的咖啡，只是温度上的差别。Espresso 是浓缩咖啡，需要高压热水通过细磨咖啡豆而制作。Latte 则是混入了 Espresso 和热奶，大概是1:3的比例，然后加上少量的奶泡。Cappuccino 则是 Espresso 上加上大量的奶泡。Espresso 热奶以及奶泡的比例大概是1:1:1。你可以选择使用多少豆子，以及做出多少咖啡，也就是加入的水量，来调整浓度。如果嫌一次冲出来的量太少，可以再按一次同一个按键，来选择这个乘以2的符号，也就是以同样的方法制作2次，来得到2杯的量。最后我们看加入多少奶。如果想要用咖啡粉，就长按这个调整咖啡豆的按钮，它就会变成下面这个像勺子一样的符号。我们尝试做一杯。
我们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，一下就好了。奶也可以自动打奶泡，直接加进去，而且成色和味道都很不错。我们用豆子做一杯 ice coffee， 一样成色很不错，加奶也很棒，味道也很好 ，espresso 也很好。好的 espresso 会有一层好的 crema， 通常会有约1到2毫米厚，而且持久不容易消退。使用完之后清洁也很方便，它咖啡渣太多了会有提示，只要把下面这个抽屉拿出来，把里面倒掉，然后冲一下就好了。这些塑料还挺厚的，放到洗碗机其实也不是问题，它也有自动清洗的功能。不过其实就是一直出水，把之前的残渣冲出来。这之后每台机器都差不多，我其实对这款已经很满意了。不过我观察一下，朋友有一些更高端一点的咖啡机，发现还是有些不同之处，值得拿出来比对一下。我们来看看，是 Breville 的 Bresta Touch Coffee Maker， 价钱大概是$1000，相对更贵一些。首先这款是触屏的，不过选项其实也差不多。不过相比之前那台，这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它可以调整煮咖啡以及打奶泡的温度、研磨的程度、水质测试等等，精细很多。这款把豆子打成粉和开始泡咖啡的步骤是分开的，先把豆子从上面放进去。如果机器卡住，需要把这个放豆子的槽拿起来，下面清理一下。机器旁边的旋钮则是调整研磨的程度。水箱在机器的后面，装进去水之后放回去。我们把这个量勺先装在左边的孔，我们会选择开始研磨，机器会把咖啡豆磨成粉。完了之后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稍微用压粉器压一下，然后弄均匀。压粉器可以装在机器的左边，然后我们将量勺装到右边的孔。这边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有不同大小孔的过滤器，它会调整滴漏的浓度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煮咖啡了。这边就有点问题，我发现大杯子根本放不进去这机器，它高度不够，只能放马克杯。然后咖啡开始煮，速度也很快。打奶泡的话，需要用右边这个棒子。这也是我觉得这机器和自动打奶泡的机器最大的差别。这款可能还没有很明显。我们看一下下一款更高级的，就会发现，首先打奶泡的声音小很多，气泡也少很多。但是这其实是气泡更细一些，所以相对之下，这奶喝起来更浓一些。自动加的那个感觉气泡太大太多了，没有控制好的话，奶会满出来。口感的话，我感觉比全自动的更好一些，有可能只是奶泡的差别，我不是特别清楚。我们一样再做一杯 espresso， 看看成品如何。我觉得这成品也比 Philips 的3200 Series 更好一些，清洁也差不多。下面抽屉有个警告钮，残渣多了之后它就会跳出来，之后我们就把抽屉拿出来，整个拿去冲就好了，一样很方便。缺点就是放不了大杯子，当然也不是全自动的，在使用上的确更耗时一些。最后我们看我朋友这款 Decent Espresso Machine BE1 Pro， 这价钱又跳了一个档次，要$3700左右。它就真的只是一台煮咖啡机，没有磨咖啡豆的功能。这台应该是 Me Coffee EF64V， 也要450左右，两台一加就4000多了。我们先用研磨机把豆子磨成咖啡粉。我这朋友还自己做了一个搅拌器，把粉转均匀，装到量勺，然后用压粉器压一下，然后我们开始煮。这机器这么贵，肯定有更多功能。它还可以调整加热的曲线图，煮出来的咖啡可以肉眼可见的感觉更浓。打奶泡时也可以看出力量很大，但是气泡却看起来很少，其实是因为气泡更细，所以看不出来。要拉花的话，也要用这种奶泡，更能做出花样。
我们用冰咖啡也可以看到，成色更好，这成色非常好，味道更浓，但是价钱实在太贵了，而且这机器一样大杯子放不进去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些机器不直接加奶，所以他认为你不需要那么多浓缩的咖啡。我个人对咖啡的味道要求其实并不高，所以我才能接受麦当劳的咖啡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方便更重要。我觉得就节省的时间以及味道，我自己自动加奶的 Philips 3200 Series 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。不过，如果你对煮出来的咖啡味道有讲究，需要在煮的过程中进行温度控制，或是对奶泡的要求比较高，需要泡泡更精细一点，或是需要在煮咖啡和打奶泡的时候噪音小一些，你就可能需要买这些更贵的版本。Philips 3200系列和之后2款相比较的话，不管是煮咖啡或是打奶泡的时候，噪音都明显大一些。不过我倒是不太介意，各位可以依个人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。这样我们就比对完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